夏日炎炎無心睡眠，不如刷一集解壓的《荒野建造》，看完保證你能美美進入夢鄉。我猜此时你的手機電量只有65%左右，如果猜对了你就吱個聲。小伙剛大學畢業就盤下一塊地成為了農場主，儘管時光流逝，彥祖依然還是那個嚴謹的少年。無論是規劃地基還是挖掘基坑，都要經過精準的測量，絕不能有1毫米的誤差。鬆軟的沙地讓他挖掘起來毫不費勁，3下5除2就刨出了幾個基坑，然後再用木板制作出幾個地基模具。接着彥祖到附近弄來了一些不要錢的沙子和碎石，然後加入水泥和生命的源泉，開始攪拌澆筑地基的混凝土。為了讓地基更加的牢固，他還往裡丟入了一些石塊。等基坑灌滿混凝土後，才在上面罩上之前制作好的模具，再往裡插入幾根徒手就能掰彎的鋼筋后，繼續用混凝土澆筑。在等待地基乾燥的時間裡，彥祖掏出剛入手的複合弓，開始潛心修煉劍術。不敢說可以百步穿楊，只要能達到10米開外百發百中，就算是掌握了一項改善伙食的技能。得益於這幾天的好天氣，拆除地基模具後，彥祖終於可以開始搭建木屋的底座。嚴謹的彥祖依然非常嚴謹，每一根方木都必須經過精準的測量後鋸出凹口，然後架在混凝土地基上進行拼接，搭建出木屋底座。連接處再打入馬王釘進行加固，之後在方木的两側每隔一定的距離都分別凿出相應的卡槽，就能將方木條完美的嵌入作為底座的橫梁。而為了更好的對底座進行密封，彥祖先在橫梁兩側釘上一根小方木，然後就可以往裡依次鋪上事先裁切好的木板。由於烏克蘭的冬天非常寒冷，保溫措施必須做到位。不過在填充保溫材料之前，彥祖還需要給底座都刷上一層防腐漆，畢竟他還指望着木屋建好後娶妻生子，一房傳3代呢。等待油漆乾燥後，彥祖開始鋪設上保溫泡沫板，只需要根據底座大小把泡沫板裁切成適合的大小，鋪設起來就跟拼積木一樣簡單。考慮到後續還要搭建桑拿房和淋浴房，排水管道必須事先給安排好。彥祖首先規劃出淋浴房的排水口的位置，然後從地基下方開始挖出一條長長的溝渠，再將地下管道給安裝好。照我說，還不如直接出去租個房子。畢業租房壓力大，推薦58同城找房東直接租，零中介費，省錢省心。為了讓淋浴房流出的水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，彥祖還特地在出口處安裝上了廢水過濾器。這番操作直接就堵住了不知多少環保少女的嘴。接着他才開始給木屋鋪設地板，首先給木板全刷上一層防腐漆，然後再將木板整齊地鋪設在底座上，直接用釘子固定。隨着夏天臨近，萬物已經復蘇，各種美味開始在農場周邊活躍。想要能更好的烹飪美食，彥祖急需一個森林廚房。為此，在給木屋地基貼好石材裝飾後，他並沒有急於搭建牆體，而是開始了烤箱的修葺工作。他先用木板圍出一個矩形，接着用混凝土澆筑烤箱的基礎，待其凝固後才開始用買來的磚塊修砌烤箱。嚴謹的彥祖依然非常嚴謹，每往上修砌一層，他都必須拿出水平尺精準的測量，確保每一塊磚都能保持在同一水平。隨着烤箱的外牆修砌好，這做工一點也不輸專業泥瓦匠。為了防止烤箱在使用時突然炸裂，爐膛內還需加上一層耐火磚。只見彥祖先在底部架上角鋼作為支撐，然後再整齊地鋪上一層磚塊。修砌爐壁時，彥祖還特意將磚塊橫擺制作出了烤網的支撐。當烤網架在上層時可以煎煮，烤網放置在下層時則可以烤肉。如此精美的烤箱，似乎用它烹飪的食物也會變得更加美味。在野外森林，肉類很容易解決，但考慮到荤素搭配才能營養均衡，於是彥祖開始着手開墾他的菜園。他先將木板進行碳化，然後在空地上圍出幾塊菜地，再用方木和鐵絲網搭建出架子，方便爬藤類蔬菜的生長。接着他往菜地裡填入20厘米厚的黑土，讓植物有機會深深扎根，然後就可以開始撒下希望的種子了。彥祖都種植了哪些果蔬？有知道的義父可以評論區說說。忙完這些木屋牆體的搭建也正式啟動。由於搭建所用的材料都是事先準備好的方木，為了讓牆體更加的牢固，彥祖首先在方木的兩頭都鑿出凹槽，讓牆體在搭建時能相互咬合，牢牢連接。要讓牆壁更加的牢固，每往上增加一層，還需要鑽孔後打入桦木楔子，對牆體進行2次加固。為了增加牆體的保溫性，在往上垒砌之前還要再墊上一層天然亞麻隔熱材料。炎熱的夏天不僅炎熱且乾旱，在搭建房屋時，彥祖不僅要經常給菜園澆水，到處亂竄的蚊蟲也是相當的煩人。儘管條件艱苦，但為了能在冬季到來之前住上新家，彥祖也只能戴上痛苦面具繼續牆體的搭建。而隨着牆體搭建到一定的高度，一個人往上搬運木材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。
於是他找來根原木支棱起一個支架，拉起一條鋼纜，在上面安裝了絞盤。有了機械的輔助，木材的搬運就方便了許多。但為了保證牆體沒有1毫米的誤差，每一根方木往上搭建時都需要精準的測量再鋸出卡槽，因此搭建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緩慢。隨着菜園的長勢良好，附近的野生動物對彥祖的勞動成果垂涎已久，給菜園安排上一圈柵欄就非常有必要。他先在外圍釘入木樁，然後再圍上一層鐵絲網，有了柵欄的保護，很快就迎來了菜園的第一次豐收。隨着牆壁越建越高，為了安全，彥祖在木屋內制作了一些腳手架。接着他在牆體上鋸出了門框和窗框，2個巨大的窗戶可以讓木屋保持明亮且南北通透。當搭建到最後一層牆體時，彥祖特意將方木延伸出去作為門廊的橫梁，最後再給它们支棱起2根立柱。隨着木屋牆體搭建完成，彥祖開始安裝2樓的橫梁。他在方木2頭分別鑿出契合牆體的卡槽，即使不用釘子也能牢牢地卡住。為了在建造屋頂時可以自由地移動，彥祖鋪設了許多臨時的木板，他支棱起方木作為屋脊，屋頂船子就有了堅強的依靠。再來1枚鎮魂釘進行加固，即使18級台風來了也絲毫不慌。底部再做個精美的包邊，主打的就是簡潔又美觀。山裡的天氣是說翻臉就翻臉，為了防止木屋變成泡水房，彥祖先給屋頂裹上一層防水布，再釘上屋頂龍骨。有一點強迫症的他，在將多餘的部分收拾得服服帖帖之後，便拿來膠合板開始密封。雖然這是彥祖第一次建造這麼大的屋頂，但對於擁有2年半搭建經驗的他來說，就像喝水一樣簡單。但要想一房傳3代，這還遠遠不夠。他先給屋檐釘上防水槽，再裹上一層防水氈。至於屋頂最表層，彥祖選擇了安裝濾青瓦，不僅美觀，安裝起來也非常的簡單，只需將其排列好，再撕掉裡層保護膜，就可以直接粘貼。完成屋頂後，彥祖總算鬆了口氣，再也不用擔心木屋被雨淋濕。但作為吃貨，絕不能因為下雨而影響了乾飯。只見他先在烤箱四周挖出幾個基坑，經過碳化的方木插入作為立柱，頂部架起方木搭建出廚房的框架，最後再鋪上一層金屬屋頂。室內的裝修也不能馬虎，他先用木板圍出廚房的地基，往裡填入不要錢的碎石後進行找平，然後再鋪上野生的木地板，美縫直接填入不要錢的沙子。省錢這塊算是被他玩明白了。安置好他吃飯的家伙後，再給他自己制作的飯桌刷上防腐漆。現在媽媽再也不用擔心他吃飯時被雨淋了。隨着大雁南飛，凛冬將至，為了能盡快入住新家，彥祖先給門廊裝上入戶階梯和堅固的護欄，安不安全都是次要，主要是為了提升逼格。接着他給1樓裝上定制好的窗戶，縫隙塞入保溫棉後再裝上包邊，雙層的玻璃保暖的同時還能確保不會走漏哪怕半點風聲。在密封閣樓時，彥祖先用方木搭建出牆體的框架，然後再釘上木板進行密封。嚴謹的彥祖依然嚴謹，雖然在趕工期，但邊邊角角處都要經過測量，做到嚴絲合縫。2樓作為臥室，彥祖同樣安裝了一個大窗戶，以後起床睜開眼就能欣賞森林的美景。接着他才開始用木板對屋檐和門廊進行密封，在每一個縫隙處都要貼上包邊，然後在門頭裝上鹿角裝飾。木屋的外牆工作就算完成了，現在看起來已經有了家的感觉。不過在入住之前，還需要先將2樓的地板鋪設好。提前準備的木板已經足夠的乾燥，他先用馬王釘和木楔子將地板擠壓達到緊密相連，然後再通過手動工具打入螺絲進行固定。由於門廊上方處於室外，還需要塞入保溫棉後再進行密封。為了保護木屋免受天氣影響，彥祖必須在下雪之前給牆上刷上一層保護漆。忙完這些，第一場雪就悄然而至，所有的安排就剛剛好。不過在入住之前，彥祖還需要先將大門給安排上。不得不說，這小子還真有幾把刷子。一頓瘋狂操作後，一扇高端大氣上檔次的門板就呈現眼前。裝上鉸鏈後，扣入門框達到了完美契合，這手藝簡直堪稱在世魯班。最後再給門板刷上一層保護漆，讓其與木屋融為一體。經過長達1年的辛苦付出，彥祖終於在野外安了家。現在這雪中小屋誰看了不迷糊？